你发现了没？私人飞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后置发动机。不管是湾流 G550，还是庞巴迪环球8000，又或是达索猎鹰 8X， 无一例外，它们的涡扇发动机都是挂在尾巴上的。为什么？总结起来它们主要与飞机的设计、性能和安全相关。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后部，可以带来以下这几点好处：第一，机身离地面较低，这就使得乘客更容易通过空中楼梯来上下飞机。这对于私人飞机来说就很方便啦，因为私人飞机通常是在缺乏登机桥或者是其他基础设施的小型机场运营的。第二，机舱内的噪音水平较低，因为发动机距离乘客较远，并且声音从后部传出，这就为乘客创造出了一个更加舒适和安静的环境。因为这些尊贵的富人可能想要在飞行期间工作或者是放松。第三点，飞机的平衡性和稳定性更好，因为发动机更靠近重心，并且如果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不对称的推力也会更小一些，这就提高了飞机的操控性和机动性，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是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第四点，机翼就有了更多的控制空间和表面，从而增加了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效率。机翼的重量和压力也会更小，因为它们不必支撑发动机或其燃油管路。第五点，由于发动机远离油箱和乘客，因此发动机损坏或者是火灾的风险也就较低了。发动机也不太可能从地面吸入异物或者是碎片，从而导致故障或事故你看看，考虑的是不是相当周到啊？所以兄弟们要努力啊！祝看过这个视频的各位人手一架湾流。即便是到了今天，仍然还是有人相信月球是空心的。既然它是空心的，那大概率它就是外星人设计建造的一个巨型结构，专门用来监控咱们地球了。好莱坞也是真会蹭热度啊！如果你看过电影《月球陨落》，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很荒谬，对不对？但为什么就是有人相信呢？很简单啊，因为月球依然神秘，尤其是月球的背面。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各国的探月任务都是把月背当成了主要的目标，而我们的嫦娥6号任务则更是迈了一大步，直接去月背采样并且返回。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对月球再了解的多一点。好，凭什么嫦娥6号可以去月背挖土？它会怎么挖土？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认识呢？下面咱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其实到月球挖土，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20年年底，嫦娥5号就已经成功实施过一次几乎一模一样的任务，只不过那一次呢，它着陆的地方还是在月球的正面。那是咱们中国的第一次月面挖土，但还不是世界的第一次。因为算上嫦娥5号，人类曾经在这颗离我们最近的天然卫星上面挖过10次了。上个世纪 NASA 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有6次成功登月，每一次登上去之后都不忘挖呀挖，于是就总共挖回了380公斤的月球样本，算是数量之最。接着就是苏联的3次月球无人采样任务，月球16号、月球20号以及月球24号，他们一共带回了326克的月球样本。最后中国的嫦娥5号则从月球表面带回了1731克的样本，所以从月球采样并安全返回，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了真正难的是去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既幸运也不幸地被地球的潮汐给锁定了，导致它的自转速度和公转速度逐步的趋同，最终的结果就是月球只能够直面我们地球，而对于月球背面，我们则无法在地球上看到月背，于是落在了咱们的视野盲区。同样的道理除了是视野盲区，月背也是无线电盲区，当然也就是通信盲区啦。因此，任何飞到月背、落到月背的探测器都无法直接跟地球建立联系。地球上面的无人区就已经够可怕了，何况它还是在月球上呢？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困扰呢？想想，当你想要照镜子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背面，能做什么操作呢？那就请一个人帮你在身后再拿一面镜子呗。它起到了一个让光线中转的目的，所以同样想要跟位于月球背面的装置通信，也需要一面恰好位于月背的镜子才行。它就是咱们的鹊桥系列中继卫星。为啥叫做系列
因为鹊桥卫星截至目前已经有2枚飞行在月球背面了。2018年的鹊桥1号成功的保障了嫦娥4号跟玉兔2号的月背软着陆，踏上了人类首次月背之旅。而今年3月份，鹊桥2号则率先嫦娥6号一步，提前到达了月背上空，用升级了的装备来保障嫦娥6号在月背的一切行动。所以你看啊，月背咱去过，挖土返回咱也玩过，这次还有多元大将在空中盯着，咱能没有底气再去创造一个第一次吗？底气十足啊！那么接下来嫦娥6号到底会怎么在月背挖土呢？这个咱们就可以借着嫦娥5号来看看。因为这两者除了区域的地方不同以外呢，本身的系统组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由轨道器、返回器、上升器和着陆器组成的。这些部分加在一起重约8.2吨。到了月球轨道，他们会这么来打配合啊。着陆器会在一系列的降轨机动、动力下降、姿态调整之后，软着陆在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阿波罗环形山附近，然后用铲子和钻头分别在月球表面与月面以下收集月壤样本和月岩样本。收集的样本放置在上升器的容器当中，于是接力棒就交到了上升器的手中。在着陆器采集样本完成之后，它会从月面上升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汇合对接，之后转移样品到返回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它便退场了。会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样本转移到返回器后，轨道器会携返回器返回地球，在到达预定位置后释放返回器，轨道器的任务也完成了，剩下的就只有返回器了。被释放之后的它，在大气层当中打了2次水漂之后，最终返回到了地球表面，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月背样本。哇，所有的神秘都隐藏在这大约2000克的样本之中啦。当然，说所有的肯定是不对的啊。首先，嫦娥6号任务不光是要到月背挖土，它所搭载的一系列科学仪器本身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知识。其次，想要真正搞明白月球，靠1-2次任务远远还不够嘛。但至少通过这些来自月背的土壤，我们对于月球的了解一定会增进不少的。具体可能会是哪些呢？让我们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第一，月壤成分和演化。月球背面的地质环境与月球正面存在差异。通过采集月球背面的样品，科学家可以研究月壤的成分、矿物组成和月球化学特性。这些有助于理解月球的演化历史以及它与地球和其他天体的关系。月球背面的岩石和土壤可能包含更古老的物质，因为它们较少受到撞击事件的影响。这些样本将提供有关太阳系早期演化的重要线索。第二，月球内部结构。月球背面地质构造与内部结构对科学家来说呢，仍然是一个谜。通过分析月球背面的样本，我们可以了解月球的地壳、地幔和核心的组成和性质，这对于研究行星形成和演化过程至关重要。第三，月球背面的磁场和热流。月球背面的磁场和热流分布与月球正面存在差异。采样返回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月球内部的物理过程，例如热传导和地磁活动。第四，月球背面的撞击历史。月球背面相对平坦，存在大量的撞击坑。通过分析这些撞击坑的样本，我们可以了解月球背面的撞击历史，以及这些撞击对于月球表面和地质构造的影响。当然，除了这些嫦娥6号任务还搭载了法国、欧空局、意大利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载荷和卫星项目。于是，在促进国际合作、共同拓展人类对于月球的认知疆域方面，嫦娥6号也能够做出贡献。了解这么多之后，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已经开始期待来自月背的土壤了呢？如今2台加起来已经接近100岁的旅行者号飞船还在继续工作。记住啊，不是996，是7×24啊，不是在舒适的环境当中，而是在恶劣的太空里面。说到最拼的打工人，没谁敢跟他比了吧？当然，肯定有人会反驳，旅行者号明明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你怎么能够拿它来跟我们这些天天都在花式内卷的打工人做比较呢？你来看这段话啊，旅行者号是一种有智能的存在物，它们的一部分智能是自动机械的人工智能，另外一部分是人的智能。谁说的啊？卡尔萨根，就是那位写出了天文科普封神之作《宇宙》的作家，就是那位指挥旅行者1号回望地球拍下了暗淡蓝点照片的天文学家，就是那位以自己的名字代表了第2709
09号小行星，代表了火星探测器，还代表了一项天文学奖的科学家。他在其著作《暗淡蓝点》中进一步对旅行者号是智能存在物解释道，每当旅行者号出现故障时，计算机就使用树形逻辑的分支进行处理。要是这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飞船就会发电报回家求救。实际上，他们经常发电报回家来求救啊。尽管最近的求救刚刚成功，但时间退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应该没有几个工程师会真的认为旅行者号能活着跨进21世纪的。因为就在1978年4月，距离发射仅仅8个月之后，旅行者2号就给工程师们泼了一盆冷水。在一次人为和计算机的一连串不幸差错当中，旅行者2号完全失联了1个星期。之后虽然恢复了通信，但是却相当的不稳定。直到工程师们连续为此忙了几个月之后，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联想到前段时间那场跨越241公里的抢救啊，真的是每一次都惊心动魄啊！所以你才会看到嘛，在那个视频里面，兴奋的快要跳起来的工程师们，几乎都顶着一头白发。因为按照惯例，每次飞船发生令人神经极度紧张的事故，都有一批工程师，重点在括号里面啊，有的人是从一开头就参加了旅行者号计划的，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来处理问题。你们猜猜，谁能够熬得过谁？是快要年过半百的旅行者号，还是这帮一直不敢退休的老工程师呢？总之啊，卡尔萨根是没能熬过旅行者啊，或者说是卡尔萨根的有形生命没能熬过旅行者，而他的无形精神遗产则会一直留下来，影响人类很久很久。我也是很久没有读到过这么爽的天文著作了。暗淡蓝点，探索人类的太空家园，是卡尔萨根在他60岁那年出版的科普名著，如今已经畅销了整整30年。这本书则是在他诞辰90周年之际推出的全新纪念版，精装工艺，镂空的护封，内封是卡尔萨根的肖像和第2709号小行星，非常值得珍藏。当然，读起来更是酣畅淋漓，金句不断。开篇序言就是一句：从一开头，我们就是漂泊者，从此定下了这本书的浪漫基调。再看这句啊，再看看那个光点，它就在这里，这是家园，这是我们，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你所听过的每一个人，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它的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哇，这本书真的能够把你看哭啊！想想看，我们所有人，你所追求的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还有那些压着你喘不过气的一切，都被限制在地球这座宇宙孤岛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像旅行者号一样冲破这种星际隔离状态呢？而就在我们发呆的当下，就在我们堵在路上、挤在地铁车厢里面的1个小时里面，旅行者号又飞离了太阳系64000公里。如果我们的肉体无法跟上旅行者的脚步，那至少别让你的思想困在这个望不到尽头的格子间里面。翻开这本书，踏上卡尔萨根和宇宙一起送给你的治愈之旅吧。所以34岁高龄的哈勃上坏掉的陀螺仪到底是什么类型呢？正确答案是激光环形陀螺仪 Ring Laser Gyroscope RLG。你猜对了吗？它是一种利用激光和光干涉原理来测量角速度的高精度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导航和姿态控制系统当中。其主要的结构包括一个封闭的光学路径，通常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或者是正方形的光纤环或气体激光枪，在其中激光束可以沿着2个相反的方向去传播。下面是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各位听好了啊，又是一次用知识冲刷大脑的好机会了。第一步，产生激光，激光器产生的激光束被分为2束，并分别沿着光学环路的相反方向去传播。第二步，光学环路，激光束在光学环路中多次反射，使得光程变长。光学环路通常使用高反射率的镜子来实现反射。第三步，干涉效应，当环路静止时，沿着2个方向传播的激光束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环路。如果环路发生旋转，由于塞格纳克效应，2个激光束在完成环路时会有时间差，从而导致了相位差。这里咱们就提到了一个可能各位听起来相当陌生的名词——塞格纳克效应。实际上，塞格纳克效应正是激光环形陀螺仪的工作基础了。塞格纳克效应是一种光学现象，它描述了在旋转参考系统当中，沿相反方向传播的光波之间会出现相位差。这种效应由法国物理学家乔治·塞格纳克在1913年发现，然后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当然，塞格纳克不仅描述了这种相位差，还写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让我们能够通过相位差精确地计算出角速度，从而知道这个旋转的参考系到底旋转了多少。公式如下啊 ：Delta phi 是相位差，欧米伽是角速度 ，A 是环路的面积 ，P 是光程的长度 ，Lambda 是激光的波长 ，C 是光速。你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是很简单啊？有了激光环形陀螺仪啊，咱们哈勃就知道自己对准的精确
确的方向了。不过现在它就有点难了，因为我们可是生活在三维空间当中啊。哈勃实际上是需要3台陀螺仪同时工作，同时测量出 x、y、z 3个走向的小速度变化，才能够准确去指向的。而它现在只剩下1个陀螺仪在工作了，等于就是降维到了2次元，那还怎么玩啊？当然，遇到这种情况还得靠咱们工程师来救场了。早在2000年初啊，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之后， NASA 就意识到他们未来可能已经没法再执行更多的哈勃维修任务了。而陀螺仪这个东西，你就别指望它能够一辈子稳定工作。于是从3个减到2个，最后再从2个减到1个，是在所难免的，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认真的研究了双陀螺仪和单陀螺仪模式的工作原理，完成了一篇非常详尽的论文，详细到反正是我们肯定看不懂的程度，但结论是可以，尽管这有点难。好，大脑抽查到这儿，你们觉得够了吗？不过瘾是不是？咱继续把陀螺仪都了解了解吧。机械陀螺仪可以说是最传统的陀螺仪啊，它基于飞轮的惯性原理工作。当一个飞轮高速旋转时，它的旋转轴会保持固定，不容易被改变。这种陀螺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你的陀螺，依靠飞轮的稳定性来测量旋转。虽然精度和寿命不如现代陀螺仪，但是它们的原理简单啊，曾经在很多应用中都大显身手不过显然你再把它怎么做小呢，也是不可能小到能够装到手机里面的。所以手机里面的陀螺仪就叫做微机电陀螺仪，它靠的是测量一种叫做科里奥利力的物理量来检测出物体的偏转运动的。那什么是科里奥利力呢？他说的是在一个旋转的系统里面，当一个物体在进行直线运动时所受到的一种偏转力，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是沿着直线走的它变成走曲线了。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在一个旋转的木板两端分别坐着2个实验人员，他们互相朝对方抛出小球。按理来说小球应该很容易就被对方接住嘛，但是就在快要接住的一瞬间，小球像是变戏法似的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让他们怎么都接不到。而这个当然是一个小的旋转系统当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小系统放大来到地球的尺度，会发现地球本身也就是这么一个旋转的系统这就解释了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比如北半球的风向右偏，南半球的风向左偏，北半球的热带气旋是逆时针，而南半球的则是顺时针。同样的一条河，两岸的冲刷情况却并不一致等等。那它在微机电陀螺仪里面是这样应用的。首先，我们用交替变化的电压施加在陀螺仪内部的一个质量块上，让它做水平的来回震荡。这就像是让坐在还没有旋转起来的木板上面的2名实验员呢，像抛起球来一样。接着陀螺仪发生了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就让原本只在水平方向上震荡的质量块发生了垂直方向上的位移，跟旋转起来了的实验员扔出偏转的球一样的道理而陀螺仪内部敏感的电容可以识别出质量块发生垂直位移之后电容值的细微变化，通过对这个电容变化的测量和计算之后呢，就能够得出陀螺仪的旋转量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走向的，如果我们把3个放在一起设计，分别对于上下左右和翻滚，就能够产生出360度无死角的陀螺仪了。那这样的陀螺仪有多大呢？长宽高只有3×3×1，单位是毫米，把它塞进手机毫无压力怎么样，你都学会了吗？下面还想学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OK， 朋友们到了这就是弄影了。去年8月，我发起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项目——胶卷漂流。20卷胶卷，10卷彩色和10卷黑白，被随机发送给完全陌生的60个人。他们3人为一组，轮流通过多重曝光的方式拍完1卷胶卷，然后再寄回给我们。这就意味着在每1卷胶卷之上呢，这3个互不相识的人所拍下来的影像、所记录的情绪、所经历的时空，全都交叠融合在了一起，而且是通过真正的化学反应这会是相当有趣的吧？错了我们完全就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它除了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艺术创作实验，更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原本我是期望活动能够在最多3个月内完成，但事实是这都快过去1整年了，我们的胶卷依然没有完全回收。好吧，不能再等了我们今天就要做个了结。在这个影片当中，你会看到本次实验的成果。稍微提一嘴有的照片效果真的是很炸裂还会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当然，基本上就是我们如何去吹卷的辛酸史我的天，我本来指望今天来做视频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多1卷。还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个个暗盒变成一张张照片的。走，跟我一起去弄影我们的胶片影像基地。
陶哥，哎，火箭叔，你好，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弄影的主理人陶哥了。那个今天好坐。我们10卷彩富，10卷黑白，在发出去的时候，你还历历在目吗？我有图片。那现在已经收回了多少卷？已经彩富7卷，黑白6卷吧，大概就是一半多一点点这个样子。其实当时是想做一个影像的实验的，这真的没想到就变成一个大型社会实验了。就因为所有人都是陌生人，所有的全都是随机筛选。是，然后他们每个人之间其实都是互不相识的。按照这个概率的话，就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彼此信任，并且能够彼此把一件事情配合，能够完成的概率，大概也就是一半对一半，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对，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难度系数蛮大的，而且我们这个整体时长拉的也是非常长。哎，距离高考仅有多少天？是200多天，209天嘛。通过这个照片，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这次漂流了多久？高考已经结束了，同学们已经去 happy 了。对。然后这边距离高考还有200多天，朋友们啊，他们距离209天的时候，还愿不愿意做这个？愿意，但是肯定要把那个活动组织的比上一个更加完善一点嘛，因为只成功了一半多一点点嘛。其实彩富和黑白。大部分拍的正常的都是在过年之前就已经送到我们这边了，然后过年之后的就很难找到他们了。我明白了，就是说，该回来的在过年前也全都回来了。对，就过年前没有回来的，基本上现在也是这个追踪不到了。对，也追踪不到了。追踪不到。那你平时这个去追他们吗？我追过啊，追过。然后追的结果是什么样？追的结果就是有联系上的，确实有联系上，后来也回来了，然后也是拍完，然后说就发生一些情况，然后拍慢了，然后也回来了。也有就是完全就联系不上的，就是当时的微信也加不了嘛，电话也是空号嘛，就完全没有后续。然后其他几个他的一起的组员也是在问，然后也没有那个。联系不到那个胶卷。那像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吧，一卷胶卷是3个人去拍嘛。那像这种过完年之后还追不回来的，是卡在了第1个人，还是第2个人，还是第3个人身上？多半，或者说都有。都有吧。就是可能2、3个人，就是后面2个人的情况更多一点。基本上这个都是第1个人拍完。对。那岂不他们这个组员特别沮丧？就是第1个人拍完了。对，可能就没有成果嘛，对吧？自己拍了一遍的1卷26、7张嘛，就看不到自己的成果。那像这种情况，他们有没有在群里面表现？有啊，有在群里面就一直在问我的卷，到底我这一组到底在哪里，对吧？然后我这个写好了没？我说还没有收到你们的这一组的卷，然后我联系也联系不上那个后面的人，就也没办法找到你这一卷。我看那个我们群里面的消息了，好像就是前2天刚刚是不是有一卷寄回来的？说是在路上，但是我们怎么好像还没有，还没到，还没收到，是不是许哥？许哥没有收到，最近没有收到漂流的。我天！我本来指望今天来做视频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多一卷，就是其实没有。好吧，也就是说你对这次活动的评估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对，因为也是第一次做，我们那个经验上面不是很足，然后下一次做的话，可能就会把事情做的尽量做成圆满的程度嘛。因为它胶卷本身这个东西，它在没有显影之前都比较脆弱。像这次的活动的话，其实一方面呢，我们确实很想看到，由于是3个人完全陌生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去把它曝光之后所呈现出来这种感觉，第一个是非常艺术，然后我们也很喜欢。第二个的话，说实话还是有一些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弄影，然后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个胶卷拍摄的快乐。我们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做一些这种影像方面的试验，你还愿意做吗？影像方面试验，我自己也很喜欢，比如说这种重报的东西，我可能重报更多，一张底片会重报个10几遍都可能。10几遍还能看到影像吗？店里面有这个照片吗？我有洗出来的，我还蛮满意的。你想看一下吗？要看10几遍啊！这个是一个重报。
出来的文件，这个也非常好，这个我也觉得非常好，这应该是那个它公园里面的一个雕塑吧，一个动物的一个雕塑，后面有那个像羽灰就叠在一起，还蛮生动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群里面讨论的时候，是大家有说过，在拍摄的时候要降一档还是降2档来拍？对，要降2档去拍。对，降2档拍的话，就是为后面的人去拍摄提供了便利。他们这组个人觉得是比较优秀的一组。就这组照片，你是认为他们之间的配合对，每个人曝光都正常了嘛，而且这种拍的东西都还 OK 嘛，而且这种配合是他们完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且唯一知情的就是什么呢？唯一知情的就是我们3个人会要拍同一卷，对，然后就会把曝光调整来能够方便别人来拍。是，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拍这张的时候，下一个人会截什么东西上去，所以这个就是完全随机的。而且他们又有城市的建筑，又有特写，又有人物，然后组合起来就，然后也有自然的，也有自然的，然后有白天的，有晚上的，是这种组合应该多生动这种。后面有花，所以你知道有一个栅栏什么东西的，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就有点像那种，是，就有的人之间的缘分就特别深，所以很有可能。你看这一张，这张很漂亮，是吧？对，然后面具，然后后面这儿站着这样一个人，这边有一个正在路过的路过的，这张很有意思。这张这张说实话，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在我们这组财富的漂流里面，你是算是最喜欢这张还是？我们再看接下去看嘛，我有一点悬念。而迄今为止，我现在目前这个是相当 OK 的嘛，对吧？非常有故事性。对，我们看看后面还有很多，虽然有其实刚才那张就是很像人生的这种感觉，有戴着面具表演的，然后也有很坦然、很舒服的，然后有下雨在打这个伞的，就是你不得要面对这个自然的环境，这个特别有故事性。是的。然后游戏厅，然后这个很复古的、很老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穿的这个衣服其实也是比较老年，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和这个，对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拍的？对，是2个人拍的，对，是叠在一起的，是吧？是，真的感觉不出来，是吧？这个不要瞎猜了。对，不瞎猜了。这张照片相当热门哦。是相当热门，这个一个城市上面，虽然说他这个对焦没有对实，对，没有完全对实，但是。重茂的话就没事了，这张有它实的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张，说不定它实了效果还不如这个。是，这个它正好是印在了那个这栋楼嘛剪影上面。OK， 这次的照片在本期视频里面就暂时先给大家展示这么多了。其实还有不少哦，我们都已经按组分类好了，差不多有400多张，真的随随便便在里面选出一批就能够做一个小型的影展了。不过我们还真有这个计划啊！如果你感兴趣，就在留言里面告诉我。线下影展当然是体验最好的，反正位置你也知道了，就在南京墨林9车间园区当中的弄影。线上怎么安排，请容我们想一想啊！当然也希望你来帮我们出出主意，有后续了我会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的。现在回到弄影，我们后面还有一段会跟胶卷的冲洗有关。639，这是反转片。说到反转片，我这儿。这个是135的反转片，反转片，这个也是我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要冲洗出来吗？现在冲吧，可以啊。正好我们看看如何冲一卷胶卷。这个是专门用来冲那个彩色负片的，这个是那种其他特殊卷都在嘉宝的半自动带摇臂的冲洗机上。那冲一卷出来大概需要多久？等它冲好再烘干，可能需要2个小时左右吧。你光看这个片头能看得出来我有没有拍过吗？那当然不可能，当然不能了。我之前遇到过有这样的，对吧？就是也是胶片爱好者，也是初学者，甚至没有接触过。然后他把那个相机拿回去之后，胶卷装上，装上之后他就拍嘛。拍完一张之后呢，就会把那个背盖啪打开看，啥影像也没有，然后就问我说这个为什么底片上面啥图像也没有呢？我说你在什么时候看的？他说我打开相机壳看了一下。
我说完了，乐翻了。这张照片废了。对，为什么？因为胶卷相机或者说胶片，它成像是先是曝光之后是形成前影，对吧？然后前影完了之后呢，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然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影像。对，你看，这个齿孔就是这个是电影卷，电影卷分装的，你看它的齿孔是这个样子，可以看到齿孔是不一样的嘛。我刚刚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四边都是圆角的圆角孔，然后这个呢，你看它是一个两边直的，然后上下是弧的。各位，我们马上要关灯了，因为我们要在暗房里面把这些暗盒里面的胶卷去转移到混筒里面去，它们必须要在黑暗的情况，而且是完全黑暗的情况下才能去处理到。所以好，各位，走，我们出去了啊，一会儿见啊。好吧，一会儿是见不了了。配药水的时候，陶哥告诉我，咱得拿货了。啥？最近生意好到连药水都给冲完了吗？但是别扫兴啊，冲洗的内容会在下期呈现，依然是干货满满。另外，你们都来了，我能够不准备一点福利吗？所有喜欢拍摄胶片的朋友们，我们特地准备了一批超值的电影反转胶卷加冲扫套装给你们。有多超值呢？反正比别人便宜就是了嘛。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需要就留言给我吧。